半夜3点，你在床上睡得正香，突然膀胱传来紧急讯号，逼得你迷迷糊糊爬起来跑向浴室。这个场景你是不是很熟悉？夜深人静时，很多人都被夜尿折腾得睡不安稳。所谓夜尿，指的是睡着后因尿意醒来起床排尿超过1次的情况。如果偶尔发生1次还算正常，但要是几乎每天晚上都得起来2-3趟，不仅让人疲惫不堪，更可能影响健康。别小看夜尿中断睡眠的威力。正常睡眠时，我们会经历多个深浅睡周期，如果半夜被尿意唤醒，就很难再回到深度睡眠。长期下来，白天精神涣散，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工作和生活品质都会大打折扣。对银发族来说，半夜频繁起床，甚至还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更可怕的是，睡眠不足可能导致食欲荷尔蒙失调，免疫力下降，甚至提高慢性疾病的风险。由此可见，夜尿绝对不是什么小毛病，而是一个需要正视的健康警讯。很多人以为夜尿只是年纪大或膀胱老化的正常现象，男性还常把它怪罪到攝護腺肥大身上。其实这个观念不完全正确。医师指出，许多时候夜尿的根源并非膀胱或泌尿系统本身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其他机制在偷偷搞鬼。你的膀胱可能是无辜的，真正的元凶也许潜伏在荷尔蒙系统或心血管系统，或者你的生活习惯里。举个例子，人体有一种关键荷尔蒙叫抗利尿激素，英文缩写 ADH， 专门在夜里帮你减少尿液的生成。它就像夜晚的守门员，让肾脏减慢脚步，把水分留在体内，好让我们一觉到天亮。但如果这个守门员打瞌睡了呢？又或者我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把它熏跑了呢？结果就是肾脏不再老实，值夜班，大量多余的水分直奔膀胱，你只好一次又一次爬起来上厕所。除了荷尔蒙因素，饮食和生活作息往往才是夜尿的最大黑手。睡前喝太多水，或在晚上饮食不当，都会造成体内水分失衡。吃得太咸或太甜，让身体必须借由尿液排出多余的盐分和糖分。甚至某些药物和刺激物都可能在你睡着后偷偷促使肾脏加班制造尿液，结果你的膀胱半夜频频报警，但它其实只是个无辜的信差，在替身体其他部位传达讯息。好消息是，只要找出真正原因并对症下药，我们就有机会一劳永逸地告别夜尿。事实上，不论男女，许多人的夜尿困扰都可以透过简单的生活习惯调整来改善，未必要动用药物或手术。接下来我们就要深入探讨影响夜间频尿的9个关键因素，教你如何逐一改变它们，立即改善睡眠品质，从此跟半夜起床尿尿说再见。第一件要改变的事情就是晚上不要喝酒。许多人喜欢睡前喝点酒放松，觉得小酌一杯有助入眠。然而，这杯所谓的睡前酒很可能就是让你半夜爬起来跑厕所的元凶之一。酒精会抑制抗利尿激素的作用，使肾脏不再乖乖替你储水，反而变得兴奋，拼命把水分往外排。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睡前喝了啤酒或红酒，结果没隔多久就跑了好几趟洗手间。酒精的利尿效果会让膀胱在夜里频频报到，自然难以一觉到天亮。不仅如此，酒精虽让人容易入睡，但它也破坏睡眠品质。喝酒入睡的人，后半夜的睡眠往往较浅且较不稳定，更容易因一点点尿意就醒过来。一旦醒了，想再睡回去就难了。所以喝酒其实对睡眠造成双重干扰，一方面制造夜尿，另一方面降低睡眠深度。因此，如果你饱受夜尿困扰，晚上就别再碰酒了，特别是睡前几小时内绝对不要喝含酒精的饮料。最理想的做法是培养良好习惯，尽量避免晚间饮酒。如果实在想喝，也请尽早且少量，在晚餐时小酌就好，千万别拖到临睡前，戒掉睡前喝酒的习惯。你会发现半夜起床的次数明显减少，睡眠品质也跟着提升。第二件要改变的事情就是睡前不要喝太多水。很多人夜里老跑厕所，其实都是喝出来的。白天忙碌疏忽补水，到了晚上才狂灌水，这样的习惯对避免夜尿非常不利。当你在临睡前喝下一大杯水，肾脏来不及把水分留到明天，
没多久就把多余水分送进膀胱。即使体内有抗利尿激素在努力工作，面对这么多水也防不胜防，结果仍然是膀胱长满，逼得你只好半夜起床。因此，专家建议一旦有夜尿困扰，就应立即调整饮水策略，遵循白天充分补水，夜晚适度控水。也就是说，白天醒着的时候就把该喝的水喝足，尽量在傍晚前摄取足够水分。反之，晚餐后尤其临睡前的几个小时，要刻意降低水分摄取量，最好睡前2到3小时就停止大量喝水，最多只小口啜饮，解渴即可。这样一来，夜间膀胱中的产尿量就会明显下降。除了控制睡前的喝水量，睡前排空膀胱也是很重要的习惯。上床前先上一次洗手间，把膀胱里的尿尽量排干净，可以大幅降低半夜尿意上门的几率。一些长辈担心半夜脱水或中风，会刻意睡前喝水，但其实人体在睡眠时有抗利尿激素维持水分平衡，不需要特地喝水。相反地，睡前喝太多水才会因夜尿打断睡眠，让身体休息不完全，反而对健康不利。所以谨记，白天喝够水，晚上少喝水，临睡前记得再上一趟厕所，这样你的膀胱和肾脏在夜里就会安分许多。第3件要改变的事情就是晚上少吃咸的食物。吃太咸不但伤身，还可能让你晚上频跑厕所。高钠饮食会导致体内水分重新分配，一方面盐分让人觉得口渴，晚间不自觉多喝了水，另一方面身体为了排出过多的钠，也会制造更多尿液，两相加成之下，夜尿自然找上门来。日本有研究针对经常夜尿的银发族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只要将每日盐分摄取量降低，夜里起床上厕所的次数也跟着明显减少，这证实了减盐对改善夜尿有直接帮助。原因在于盐分摄取过多会扰乱体内的钠钾平衡，使肾脏无法顺利发挥抗利尿激素的作用，尿液无法好好浓缩，夜间制造的尿反而变多。因此，若想避免夜尿，晚餐和宵夜一定要控盐，尽量避免在晚上吃重咸的食物，例如泡面和腌制食品，含盐量都非常高，咸酥鸡这类宵夜的钠含量也一样惊人。另外，也别吃太多咸味零食，洋芋片和咸饼干往往藏有惊人的钠含量，鱿鱼丝这种零嘴的盐分也极高，很多人吃了会口干舌燥，不知不觉灌下大量水，结果半夜更容易尿意止不住。记住，晚上的饮食口味宜清淡适中，不要太重。咸，如果白天吃很咸，身体常常要到晚上才开始加紧，脚部排出过多盐分，干扰你的睡眠。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少加一点盐，或选择低钠的调味料与食材，长期下来，不止夜尿会改善，血压和肾脏等整体健康也会受益。第4件要改变的事情，就是睡前不要吃甜食和精致淀粉，夜晚忍不住来块蛋糕或几颗糖果当宵夜，这样的甜蜜享受很可能在半夜变成噩梦。高糖分饮食是夜尿的另一大元凶，原理很简单，当我们一次摄取过多糖分，血糖会迅速飙升，身体为了维持平衡，会启动淘汰机制，把多余的葡萄糖透过尿液排出体外，在这个过程中，水分也被拖着一起跑出来，于是尿量跟着大增。糖尿病患者因为血糖过高，更是常常夜尿频繁，甚至口干到半夜得喝水。但即使没有糖尿病，睡前大量吃甜食也会让血糖波动剧烈，引发相似的利尿效应。常见的甜食如饼干和蛋糕，还有冰淇淋和巧克力，晚上最好都敬而远之。含糖饮料例如汽水或果汁，在夜里也应尽量避免。很多人以为喝杯果汁或含糖奶茶没关系，但其实其中的糖分可能比你想象的还高，同样容易造成夜间频尿。此外，白米饭和白面包这类精致淀粉在体内很快就会转化为葡萄糖，面条也是一样。如果晚餐吃了过多的白米饭和甜点，或者睡前又加吃一块蛋糕，身体可能还来不及消耗掉这些糖分，你就上床睡觉了。结果大脑只好下令肾脏赶紧加班，在夜里把多余的糖和水分一起排掉，导致你半夜跑厕所。解决方法很直接，就是晚上少吃糖，如果真想吃点甜的，
建议提早在白天享用，晚上则尽量避免高糖分的食物。睡前特别想吃宵夜时，可以选择一些低糖高纤的点心，或者干脆喝杯温牛奶来替代饼干蛋糕。控制夜间的糖分摄取，不但能减少夜尿，对稳定体重和血糖也有好处，可谓一举多得。第5件要改变的事情，就是下午以后别碰含咖啡因的饮料。咖啡因是出了名的利尿剂和中枢神经兴奋剂，对夜间安睡可说极其不利。很多人白天疲劳，下午或晚上还在喝咖啡或浓茶提神，结果反而害自己晚上睡不着，也睡不深，还一直跑厕所。咖啡因会增加肾脏制造尿液的速度，抑制抗利尿激素的作用，让你尿特别多。同时它还会刺激膀胱肌肉，使人产生尿意的感觉更频繁且更急迫。所以喝下一杯大杯拿铁后，不久就尿意上门，夜里更可能频繁跑洗手间。除了利尿，咖啡因也干扰睡眠本身，它能让人精神畅旺，驱走睡意。但坏处是，如果摄取时间太晚，半夜时它仍在体内发挥作用，使你的大脑难以进入深层睡眠。一项研究指出，哪怕在睡前6小时喝咖啡，都可能影响睡眠品质。所以如果下午3点喝了一杯手摇饮的珍珠奶茶，里头茶的咖啡因可能还在半夜困扰着你呢。解决之道很简单，就是中午过后就远离咖啡因，最好每天中午12点以后就不再摄取任何咖啡因饮品。如果实在难以割舍下午的那杯咖啡，可以改喝低因或无因咖啡，或干脆改喝花草茶或牛奶。晚餐后就更要严格杜绝咖啡因了，不管是咖啡、红茶、绿茶等饮料，还是可乐、能量饮料等汽水，只要含有咖啡因，晚上都别喝。甚至黑巧克力、可可、奶茶等也含有一定咖啡因，最好一起列入管制清单。只要咖啡因不来搅局，夜里膀胱就不会被过度刺激，你的睡眠也会更稳当。第6件要改变的事情，就是晚餐不要摄取过多的蛋白质。高蛋白饮食对健身增肌或减重有帮助，但如果集中在晚上，却可能让你的肾脏夜里超负荷运转，并制造更多尿液。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体内代谢时会产生含氮废物，例如尿素需要透过肾脏以尿液排出。当你晚餐大鱼大肉，摄入大量蛋白质后，肾脏就得加班处理这些代谢产物，排出更多含氮废物，同时带走更多水分，结果夜尿的次数也可能跟着增加。举例来说，如果晚餐吃了一大份牛排或烤肉，又或者深夜猛灌高蛋白增肌奶昔，你可能会发现之后几个小时内尿变得特别多，这就是因为蛋白质代谢产生的尿素让肾脏忙个不停。相反地，如果晚餐适量摄取蛋白质，搭配蔬菜和适当的淀粉均衡饮食，肾脏负担就较轻，夜间产尿也会比较正常，不至于尿急把你喊醒。对策很简单，晚餐的肉类蛋白要适量，不要吃得过度丰盛。根据建议，每餐蛋白质摄取量以大约自己手掌大小的一份肉类为宜，如果超过这个量，剩下的蛋白质不仅无法有效吸收，还可能增加肾脏负担。睡前也别吃高蛋白点心了，像大量水煮蛋或蛋白粉、饮料这些最好留到白天或傍晚吃，避免在临睡前摄入。只要晚餐蛋白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夜尿问题就不易因蛋白质过量而恶化。第7件要改变的事情，就是提高白天的钾摄取量。钾是一种常被忽略的营养素，但对于预防夜尿却相当关键。钾和钠在体内扮演着此消彼长的角色。如果饮食中钠含量高而钾摄取不足，体内的钠钾平衡就会被打乱，肾脏调节水分的功能也会失常。反之，摄取足够的钾有助于促进钠的排出，减轻肾脏负担，同时让抗利尿激素更好的发挥作用。简单来说，多补充钾质可以帮助身体把多余的盐和水分赶出去，避免它们在夜里积成尿液来打扰你。现代人的饮食常常高盐低钾，这可能是夜尿的诱因之一。因此，从早到晚都应注意摄取富含钾的食物。深绿色的叶菜类，例如菠菜和甘蓝，富含钾；香蕉、酪梨、马铃薯、地瓜、南瓜和豆类也都含有大量钾。你可以在白天的餐点多加入这些蔬果，比如早餐来根香蕉，
午餐配一份烫青菜或烤地瓜，帮助一天之中逐步建立良好的钾水平。需要提醒的是，虽然钾很重要，但不要选在睡前临时狂补。有人喜欢睡前喝高钾的电解质饮料或大量吃水果，反而可能因为摄入的液体和果糖太多，造成夜尿。正确的方法是白天就均衡饮食，早一点把钾补足。若睡前真的想补点钾，不妨吃一小根香蕉。香蕉富含钾含镁，除了有助于排钠，还能镇定神经并放松肌肉，有助于睡眠。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含糖不算太高，比起蛋糕或饼干等甜食要健康得多。总之，提高日间的钾摄取并配合减盐，很可能让你的夜尿情况大大改善。第8件要改变的事情，就是注意补充维生素 B1。很多人想不到夜尿频繁可能跟一种维生素的缺乏有关，那就是维他命 B1， 也称硫胺素。维生素 B1 对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尤其掌管膀胱的神经对 B1 不足非常敏感。如果人体缺乏 B1， 控制排尿的神经功能可能会受损，导致一系列膀胱问题，例如常感到尿急和频尿，上完厕所仍觉得尿不干净，甚至有憋不住尿的情形。有人白天频尿，晚上常被尿意弄醒，其实根源可能是身体缺 B1， 使得膀胱逼尿肌过度兴奋或括约肌控制不佳。现代人饮食精致化，维生素 B1 的摄取常不足，其中长期以精白米及白面等精致主食为主食的人很容易缺 B1， 经常喝酒的人也会消耗大量 B1， 更容易缺乏。另有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缺 B1 的风险也较高。如果你有夜尿困扰，不妨检视一下自己的 B1 摄取是否充足。富含维生素 B1 的食物种类很多，糙米及燕麦等全谷杂粮，各种豆类、猪肉与肝脏，以及坚果与酵母都是良好来源。平时可以多吃这些食物来维持良好的 B1 水平。另外，也可以考虑服用维生素 B 群补充剂，重点是确保其中含有足量的 B1。许多膀胱问题患者在补足 B1 后，夜尿和频尿的情况都有明显改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B1 的作用需要有镁元素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如果体内镁不足，单补 B1 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在补充维生素 B1 的同时，也要留意镁的摄取，这正是下一件要改善的重点。当 B1 充足而镁也不缺时，你的膀胱神经会更稳定，夜里不再频频敲响尿意警报。第9件要改变的事情，就是确保摄取充足的镁。镁常被称为天然的放松矿物质，对于改善睡眠和减少夜尿都大有帮助。镁参与人体数百种酵素反应，与神经传导及肌肉收缩密切相关。如果缺镁，神经和肌肉会变得容易兴奋，膀胱肌肉也可能过度敏感，导致尿意频频。许多研究指出，镁不足的人往往睡眠品质较差，更容易失眠、多梦或半夜醒来。反过来说，补充足够的镁可以帮助稳定神经并放松肌肉，不仅有助于深度睡眠，也能缓解膀胱过度活动的问题，减少夜间不必要的排尿讯号。现代饮食中缺镁其实很常见，加工食品中镁含量很低，而现代人压力大，加上经常喝酒和喝咖啡等习惯，也会大量消耗体内的镁。成年人每日镁的建议摄取量约在300至400毫克，但很多人可能连一半都未达到。如果你经常夜里频尿又睡不好，可能需要提高镁的摄取。富含镁的食物包括深绿色叶菜、各类坚果、种子、全谷杂粮、豆类、海藻和可可等，这些天然食物都含有丰富的镁。多吃这些天然食物可以有效增加镁的摄取。若从饮食中很难摄取足够的镁，也可以考虑在睡前补充镁质。市面上有各种镁的膳食补充剂，睡前服用温和剂量的镁，常能帮助入睡并减少夜间抽筋和夜尿等困扰。不过，补充前最好咨询专业意见，以确认适合自己的剂量和种类。值得一提的是，维生素 B1 的作用需要镁作为协同因子。上一点我们强调了 B1 的重要性，而镁正是和 B1 搭档发挥作用的元素，两者一起补充，往往能相辅相成。当你的镁离子充足，
B1 才能有效帮助稳定膀胱神经。总而言之，千万别让自己缺镁，镁够了，夜晚的你会更放松，膀胱也更听话，让你一觉安稳到天亮。总结来说，只要从生活中着手，改变以上这9个方面，大多数人的夜尿问题都能明显改善。当然，如果你已经调整了生活习惯，夜尿情况却依然严重，那么就有必要去医院做个检查，排除潜在的其他疾病因素。不过对多数人而言，夜尿往往是生活方式的警讯，只要你愿意行动，从饮食到作息进行全面调整，就有机会摆脱半夜跑厕所的困扰。想象一下，当你不再被尿意惊醒，一觉睡到天亮，那种精力充沛的感觉将有多棒。夜尿不是膀胱在作怪，而是身体在向你提出改善生活的邀请。现在就开始实践这9项改善夜尿的小秘方吧，告别夜半尿急的日子，迎接每晚酣甜的睡眠。